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。我获得了一个能力，是可以把心里想着的那个人变成好运锦鲤。我在月老庙里求财源滚滚，出了寺庙，却觉得自己可笑，连求财都求错地方了。菩萨又怎么会保佑我？上班的时候，早餐店的门口有一个手脚都有残疾的女乞丐，她借用店里的卫生间洗干净了脸，露出了脸上一块小小的红色胎记。老板想送她包子豆浆，让她填饱肚子，她坚持要花钱买。吃完以后，女乞丐在店门口坐下，她并不向人弯腰乞求，而是用悲伤的目光看向我。我离开前，忍不住弯腰，在他面前的纸上面放了几枚硬币，却看到纸上面写着寻母启事。我是被拐卖到这里的，人贩子已经受到惩罚，可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顿时心里涌上一阵痛惜和无奈，我只能默默祈祷，祝他好运。下一秒，身后吵吵闹闹，乍然出现好几个人。一个满头银发的中年妇女站在乞丐的面前，直勾勾地盯着他脸上的胎记，看了半晌，然后猛地跪下，抱住了女乞丐。她失声痛哭：“我的女儿，妈妈找了你20年啊！”路过的群众逐渐围在一起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。随着那个阿姨一起来的一个看起来20岁出头的青年向我解释：“这是我的姐姐，小时候因为奶奶重男轻女弄丢了，我们全家一直在找她。但是20年前家里穷，几乎没有我姐的照片，只有能通过我妈口述信息，还有我姐脸上的胎记辨认。我在网上发布了很多公告，都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。今天本来只是来这里看病，可是我妈突然说，她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能找到我姐。没想到居然真的，天底下还有这要巧的事。我甚至有些不敢相信。”而青年转头看着母女相遇的感人场景，神情却有些复杂，像是欣慰，又像不甘。良久，他叹了口气：“可惜我妈上个月确诊了肝癌晚期，医生说如果不治疗，没有多长时间了。可是家里的钱，这些年都用来找姐姐了，他才刚刚找到姐姐。还是我不争气，命运专挑苦命人，麻绳专挑细处断。”我一时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，徒劳安慰，说不定还有转机呢。失踪20年的姐姐都能找到，妈妈也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可实际上，我心里很清楚，肝癌是癌王，治愈率极低，就算有钱治疗，也只不过是拖时间，除非换肝，或者……青年笑了笑，还没说什么，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，他看一眼，说是医院打来的。什么？误诊了？我瞬间噎了一下，竟然真的这样巧。我希望那个失踪了20年的女乞丐能够好运，她就立马被家里人找到了。而我说那名中年妇女会好起来，医院就打电话来告诉他们是误诊。我呆呆地看着面前因为接连不断的喜事，抱在一起放声大哭的一家3口，脑海里闪过零星的碎片。我努力将所有的信息拼凑在一块，借你吉言，借你吉言。那名青年抬起头，泪眼朦胧：“你一定是我们家的贵人。”听到他的话，我心念一动，看向旁边彩票店里正在买刮刮乐的客人，眨眼间的功夫，那个客人激动地在原地蹦了起来。1等奖20万，我中了，我终于中了！见心中的猜想竟然立马就得到了验证。我愣住了，百感交集，心潮澎湃，无数种复杂的情绪席卷了我的全身。我好像变得有点牛逼。我兴冲冲进门，想要给男朋友徐从也一个惊喜。他最近正在因为工作上的事情焦头烂额。从之，我居然又来了。要不是看他跟了我6年，早就想分手了。他一如既往地温柔注视着我，像是在等待着我接着说下去。可是耳边突然响起一道声音，我呼吸一滞，还以为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。什么？徐从也浑然不觉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微微，我刚想跟徐从也说我幻听了，忽然又听到他的声音：“妈的，本来就烦，还要每天应付他，真想找个富婆吃软饭。”徐从也
你有没有听到什么？”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追问，徐从也做出个稍等的手势。我却莫名从他脸上看出了不需要再敷衍我的如释重负。那个一直响起的徐从野的声音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焦虑地在办公室里四处走动，等不及想要找徐从野问个清楚。走到门口，我忽然听到徐从也在走廊说话。我早就和他没有感情了，只是怕他会想不开，才一直没提分手。我心里只有你。将近半个小时，徐从也才结束了这通电话。他走进来的时候，表情看起来隐约有些兴奋。沈强终于愿意答应跟我在一起了。这下我只需要找个机会把石薇给甩了就行了。听到沈强这个名字，我心脏猛跳。沈强是沈氏的千金，徐从野公司大客户的女儿，留学归国，高挑漂亮。自从她出现以后，我就经常能在徐从野嘴里听到他。今年徐从野公司遇到危机，资金周转困难，他无数次的提起，如果我和沈强一样是个富家千金就好了，这样就能帮他渡过难关了。说这话时，他笑呵呵地搂着我：“微微，我可是为了你拒绝了好大的诱惑。”沈强对徐从有意思，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怎么会甘愿做没名分的小三？所以只会是徐从野主动去攀沈家的高枝。我和徐从野大一就在一起了，形影不离。大学毕业他想开公司，我倾尽全部陪他创业，从路边店面到如今的写字楼。徐从野想要一个贤内助，我就拒绝了外企的高薪 offer， 委身给他当了6年的秘书。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他的胃口越来越大，他想娶一个能让自己的事业跨越阶级的老婆。我们交往了6年，本该结婚了，我失望至极，可还是忍不住再给自己留一丝念想。从野，你之前计划要结婚，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徐从野表情微滞，眉眼转动的瞬间变得有点冷淡，但始终保持着笑容。再过段时间吧，微微，最近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想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不想那么潦草。他嘴上说的好听，可那道声音却截然相反。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要结婚，要不是看你长得好看，性格又乖巧，带出去有面子，不然早就跟沈强在一起了。可是皮囊有什么用？钱才是最重要的，还是等我再玩一段时间再分吧。石薇越来越漂亮了，徐从也摸着我的脸，明明满眼深情。他想要吻过来，要是跟沈强结婚以后，还能让他当我的小老婆就好了。联想到前面听到的电话内容，一个词窜进我的脑海里：真心话。我下意识反手一耳光，甩开了他的脸。石薇，徐从也一脸错愕，而我看着自己的掌心，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可是本来获得超能力这件事就够惊世骇俗的了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？我分辨不出徐从野说的这些话到底是真是假，便推开他向外跑了出去。从公司到路边，我撑着膝盖，气喘吁吁地站起身，想要找个人验证一下。突然有人抓住我的胳膊，我转过头，徐从野从后面追了上来：“石薇，你怎么了？他是不是知道我跟沈强的事情了？”我冷笑了一下，用力的想要甩开他，到底不如男人力气大。我挣扎了几下，也没把他推开，刚想要求救，看到路边一个黄澄澄的正往这边驶来的美团小哥，我用力闭上眼睛，希望他能帮帮我。卧槽，是石薇！妈呀，怎么这个时候遇到了？要是让看他到我这么落魄，不得笑死我。那个是她男朋友吗？这么多年眼光还是这么差，我一个顶他仨。等等，他是在打石薇吗？我撞死他！我听到这些话，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那个美团骑手居然是我大学时期的死对头严野。严野说完，果真拧着油门直直往徐从野脸上冲去，紧要关头刹住了小电瓶。徐从也被吓得松开了手，猝不及防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他脱口而出一句国骂，站起来想要吵架，却在看清严野的脸的时候愣住了。
你是严野？徐从也冷笑一声，阴阳怪气地拖长了音调。哦，之前听说过你破产了，还欠了银行几百万，现在这是送外卖还债。严野表情很不好看，因为我一直在观察他，所以发现他总在偷看我。这人为什么要揭我老底？害得我在石威面前丢大人了，气死！我瞳孔微震，下意识望向徐从野，但是徐从也面色如常，对他的话没有任何反应。原来这些话真的是被我读心了，别人是听不见的。打工生活应该不好过吧？你送外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徐从也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灰，要不去我那干销售吧？你履历那么好，名校出身，我一个月给你8000，还帮你交五险一金，怎么样？不知道徐从也和严野到底有什么仇？明明是同班，还是舍友，可他一直看严野不顺眼。当时严野学习能力比他强，绩点比他高，他就在背后处处贬低。现在又是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徐从野，我皱了皱眉，严野隐忍不发，压低了眉眼，不再看我。我发现这时候，我就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了。刚才撞了你，不好意思，你看看得赔多少吧？都是兄弟，什么赔不赔的？更何况现在我这一身，你也赔不起。我不强人所难。徐从也勾住严野的肩膀，装出大度的样子。怎么说也那么久不见了，要不要我借你点钱去还债？可惜严野1.9米的身高，徐从也穿上鞋还比他矮了小半个头，站在严野身边还得踮脚。这幅场景说不出来的滑稽。我突然觉得曾经意气风发的严野，如今低眉顺目地站在这里，有点可怜。但其实我们应该是一样的，上学的时候争第一，争国奖，争保研名额。现在一个被渣男出轨，一个创业失败，一想到此时此刻还都要被徐从野奚落，我看他就越来越不顺眼。徐从野，你自己资金周转都出问题了，员工工资都快开不起了，你拿什么装逼？徐从也没想到我会当众戳穿他，露出恼羞成怒的表情。微微，我们分手了，你把你的东西全部拿走，房子是我的，以后不要再见了。我余光瞥到严野眼神一亮，随即又低下头，似乎在斟酌什么。姑奶奶，我又哪里惹到你了？你一年要跟我分手800回，今天居然还敢打我的脸，我真是受不了你了。那我们分手别给我扣锅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脾气好。我从包里掏出录音机，刚才你在公司对沈强说过的话都忘了，需不需要我发到网上让你重温一下？标题我都想好了，凤凰男抛弃6年糟糠女友吃豪门软饭。徐从也本想把所有的错误全都推到我的身上，见我有反击的余地，又是当着严野的面把事情摊开，后槽牙都咬烂了。你偷听我电话，纸包不住火。徐从也盯着我，又看了一眼旁边的严野，连声说了几个好。一辆粉色的保时捷缓慢停在他的身后，按了2声喇叭，降下车窗，里面露出一张妆容精致的脸。沈强跟徐从也说话，眼神却傲慢地打量我。走吧，我订了餐厅。庆祝在一起的第一天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，背在身后的手将指尖深深掐入掌心里，忍不住的颤抖。徐从也顿了顿，露出了胜利的笑容。微微，感情不值钱，没钱寸步难行。我可不想像严野一样去给人跑腿送外卖，你以后就会明白的。见他俩开着豪车扬长而去，我心底一直紧绷的弦乍然迸裂。他哭了，他哭了怎么办？要一把把他搂进怀里吗？我恍惚地抬起头，见严野还站在旁边沉默地注视着我，不想让昔日的死对头看到我如此狼狈。我转身就走，他走了，还没要他电话号码。我回头看严野一眼，他一脸镇静地在原地没动，双唇紧抿，手里还把着小电驴。我的号码是1xxxxxx，有空再一起吃饭吧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严野嘴上说着再见，心里却在想：啊，今天就想一起吃饭，这人怎么跟狗似的？
我装作没听见，往前走了2步。严也骑上小电驴，慢悠悠地和我并排同行。察觉到有一道视线总是似有似无地落在身上，我一扭头，跟他四目相对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女的怎么还是能让我心动啊？这次我没错过她眼底的悸动，我停下来，破涕为笑。算了，回去也是一个人，要不我请你吃饭吧。严也脸上露出了别扭的窃喜，他刚想说什么，架在车头上的手机叮叮地响了起来。他扫了一眼，顿时大惊失色，怎么突然爆单了呀？忘记我的锦鲤超能力还开着呢。严也当天拿了个跑腿王，奖金2000，非要请我吃饭，也不知道怎么的。我鬼迷心窍地坐上了他的小电驴，跟着他去送外卖。看他长腿一迈，跑上跑下，我盯着严也黄色头盔上一晃一晃的兔耳朵。你现在别问了，莫欺少年穷，我会东山再起的。严也低头闷了一大口鱼片粥，然后才抬眼。我从他那双狭长的眸子里看出了一丝委屈，表面不显，可只有我知道，他在心里疯狂吐槽。怎么办？我就是被徐从也那个王八羔子挖了墙角，还带着沈家那个跟我恶意竞标才干不下去的。他应该不知道这事吧？算了，他都分手了，不刺激他了。我憋笑，那期待你东山再起，帮我搞垮徐从也和沈强。严也面无表情。我会的，用得着你说。那小子上大学的时候明明知道我喜欢石薇，还故意抢在我前面表白，真恼火。还有这事，我愣住，看了严也好几眼，从来没有感觉过。我只记得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特别要强，要当专业第一，要拿奖学金，要做学生会主席和学生代表。结果严也总跟我抢，打辩论赛也跟我针锋相对。每次期末的图书馆，留到最后的只剩我跟他，我们平分秋色。当时总有人往我桌上放一盒草莓牛奶，我环顾四周，只看到严也身边的徐从也对我露出了笑容，然后我们顺理成章的相识相知相恋了。严也盯着我看，明明是我一直往桌上放草莓牛奶，石薇怎么跟徐从也在一起了？到底是哪步出错了？我才发现这6年的感情开端是一场误会，徐从也从来没跟我提起过这事。我心里又疼又麻，他到底瞒了骗了我多少事？接二连三的意外消息，信息量太过巨大，轰炸的我有些恍惚。可能因为你追人太像小学生了吧？严也瞪大眼睛，眼底闪过几分心虚，他忙看向别的地方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根本就没追过人。卧槽，他怎么知道我想追他？我笑了一下。那你欠那么多钱，打算送一辈子外卖吗？我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了，其实没欠多少，只是现在想要攒钱翻身，实在不行我再去贷款。这回倒是诚实了，可能是送外卖太消耗体力。严也吃饭很快，嘴角还沾着一粒米。我见他时不时瞥我碗里的虾饼，我夹起来给他。严也嘴上拒绝，却把碗递了过来，心里十分雀跃，好善解人意，喜欢喜欢。我手一抖，饼掉在地上，对上严也大为受伤的眼神。我有些心虚地转移了话题，你差多少钱？不多的话，我投资你一点。我觉得你一定能行的，毕竟锦鲤的能力，我也是见识了的。严也所送的区虽然是闹市，单子多人也多，他又是新手上路，很难抢到单子。前面那一报单，除了奖金，跑一个下午就提成了将近500，还有几个单身女孩看他帅，打赏了10几20块钱。不用，照今天这个速度，我再攒2、3个月就行了。严也默默吃着花生米，就差10万了。我摸着下巴，以严也的能力，还有锦鲤体质的加成，未来前途无量，绝对不能放过他这条大腿。我送你回去吧，我去买个单。严也起身往前台走去，我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把这10万的人轻送出去，好让严也保我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听到他问了一声，这个发票上的1等奖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猛地回头，看到前台的服务员也是一脸震惊。1等奖可以兑换10万元奖金。天哪！
我只见过中20的，纵使严野平时脸再臭，此时此刻也是抑制不住的高兴。他望向我，10万，我的霉运终于走光了，我可以咸鱼翻身了，我有机会重新追石薇了。他是我的福星吧？更喜欢了，我要开公司，跟石薇结婚，走上人生巅峰。就算知道严野的真话无比聒噪，可被如此猛烈的打直球，我被徐从也伤透的心还是为之震颤了一下。等严野回到身边，拿上头盔，我拉住他的袖口。徐从也创业初期，90%的业务都是我在跑，很多客户也是我对接的，联系方式我都还有。我跟你干，工资不用你发，你换算成股份以后给我分红。我忍住不看严野写满了命给我都可以的星星眼。不过我不当秘书了，那让石薇当总裁吧。这人真的靠谱吗？严野把我送回家，就在小电车上看我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能听到他真心话的缘故，现在即使他面无表情，我也能从他的脸上看出可怜巴巴的样子来。你房子抵押出去了，那你现在住哪儿？回家跟你爸妈住？我随口一问，没想到严野眯眼，语气淡淡的：我是孤儿啊，哪有家？随便找个青旅凑合一下呗。孤儿，我似乎听徐从也说过，只是他当时语气很是轻蔑，我还以为他在骂人，没想过会是这样的场景。我呆了，第一次感觉良心受到了强烈谴责，好怕回去以后再想起这事都忍不住。我真该死啊！严野似乎是习惯了，无所谓的说了句明天见，就骑上小电驴准备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可能是因为人性的道德的促使，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：要不你住我家？严野瞬间回过头，他留我，他什么意思？这是可以写出来的东西吗？我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可这是我的白月光石薇哀。我目视严野骑着小电驴一路倒退到我旁边，真话叽叽喳喳个不停，表情淡漠，眼里满是期待。我心里啧了一声，恨不得扇自己个嘴巴子。让你多嘴，我家3房2厅，刚好有空房，徐从也应该还没把东西搬走，衣柜里还有徐从也的睡衣，你可以穿，不过你要把房租换算成股份给我。我不穿别的男人的衣服。严野在楼下把电驴停好，语调有些不屑：那将就一晚吧。可我看他摇头晃脑，头盔上的兔耳朵一颠一颠的在抖，就觉得无语。怎么刚刚分手就想着把他给带回来了？一开门，我看见屋里的徐从野，脸颊还沾着明显的口红印。妈的，男人都能无缝衔接，我干嘛给自己的道德底线设那么高？微微，你回来了。徐从也醉醺醺的，一身酒气，伸手就要搂我。我一闪身，他就看到了我后面的严野，目光顿时清醒了几分。严野，你怎么在这？你们2个不是说了分手让你滚出我家吗？徐从野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听不懂人话的？原来你这么痛快的跟我提分手，是早就找好了下家。我懒得理他，绕过徐从野就往里走，从鞋柜里拿了双新的男士拖鞋，顺带把徐从野原来那双丢到门口。徐从野拽住我：石薇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也不看看自己，我还没同意分手，你就带别的男人回来无缝衔接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想都没想，反手一耳光甩在他那张被沈强吻过的脸上。徐从野，没人比你更恬不知耻。我冷冷的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今天我跟你说的够清楚了，也是亲眼看着你攀上沈强，坐进他的车里的。烛光晚餐结束了又回来找我，想要2个女人围着你转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还有上学的时候，把严野追我的那些功劳全都揽在自己身上的事情。当初就是觉得你温柔体贴才跟你在一起的，没想到都是假的。一想到跟你这种人在一起了6年，严野慌的一批。我不看他，撇撇嘴，真恶心，我恶心。徐从也没想到这么久之前的事情还会被翻案，急得面红耳赤。严野现在自身难保，你也看得上他，他到底哪一点比我强了？那我们6年算什么？算我倒霉。微微，
你以前提起他，除了排名还是排名，你怎么可能又跟他在一起？人只有在本来紧紧握在手里的东西快要失去了的时候，才会觉得害怕。徐从也难得没保持往日的绅士，喘着粗气，阴沉沉地看着我。我也望着他，勾唇一笑，忽然拽过旁边的岩野。怎么不可能？我踮起脚，捧着岩野的脸，在他错愕的目光中吻了上去。徐从也双目圆瞪，气得狗急跳墙，骂我婊子，还跳脚要扑上来分开我俩。我想躲，岩野长腿一抬，直接把他蹬出门外，还顺带把门往回勾上了。过了几秒，我才发现耳朵已经烫得不行。我刚想后退，却被岩野按住后脑勺，加深了这个吻。他一点也不像单身了几年的样子，嘴唇湿润，吻技娴熟，温柔缱绻。我竟然不知不觉地沉沦了，无心思考。在徐从也大力拍门、辱骂声中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过了一会，我从岩野的怀里退了出来，面面相觑。我想要打趣他肯定身经百战，以此缓解尴尬，却没想到岩野眼睛亮亮地望着我，用舌头抠了6年的苹果，终于有机会跟石威实战了。哈哈，算了，不说了，就当无事发生。反正现在也不是谈恋爱的时候。起了个大早，岩野就不在了。我从阳台往下望，他那辆小破电驴也不见了，心底涌上一股不知名的情绪，有点空荡荡的，有种被人白嫖了还不给钱的惆怅感。虽然我们昨晚除了接吻什么也没干，可我没空多愁善感，伤春悲秋，总不能在这干等着岩野回来，便打开电脑，一个个开始联系起手头上的客户，趁机告诉他们我离职的事情。岩野回来的时候，身上那身外卖服换了，穿的正装，手里还拿着个小行李箱。我盯着他一路走到我面前，个高腿长，宽肩窄腰，真的很难挪开视线。岩野没注意到我在分神发花痴，蹲在我跟前的样子有点乖，他眼里的喜悦要溢出来了。我今天回校见了老师，结果学校在开校友会，我见到了好几个大领导，还好当年为了拿国奖，我拼了老命在他面前刷存在感，所以创业的时候，老师给我引荐了很多人脉。我今天统统都去拜访了一遍，有门路有资源，就不怕不能翻身。市里最近在竞标招商，我和几个老板一起投资入股了新工厂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很快就会好起来了。岩野难得笑得如此开怀。石威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你特别忘我。你是锦鲤吧？我默默地看着在畅想美好未来的岩野，心想，你才是锦鲤。说完，岩野不知道从哪拿出一盒草莓切片蛋糕，看得我眼前一亮。你怎么我想吃这个？你不是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很喜欢草莓了吗？所以我才……他沉默了，眼神不自觉地往地上瞟，所以他才会一直送我草莓牛奶。我也愣住，我喜欢吃草莓，喜欢一切跟草莓有关的事物，算是个公开的秘密。刚和徐从也在一起的第1年，过生日的时候，他给我买了个巧克力蛋糕。我直皱眉，我只喜欢草莓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又怎么会投我所好，送我草莓牛奶？我当时有些奇怪，可徐从也一脸真诚地向我保证，以后都只送草莓蛋糕，很快就哄好我了。我只当他是误打误撞送对了，我顿时有些眼睛热，低头拆开蛋糕的包装盒，袋子里面放了2份餐具。我想问岩野吃不吃，抬头发现他一直在安静地注视着我。石威上大学的时候，笔袋、书包、伞都是草莓图案的，看书的时候还喜欢吃草莓干，去水果店只买草莓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他对好专一呀，他会不会对徐从爷爷念念不忘啊？糟了，他怎么一副要哭的表情？不会是触景伤心了吧？我咋办啊？我回过神来，才感觉到眼眶一片湿润，心里隐约钝痛，但不是因为什么触景生情，我只是为过去6年真心错付感到不值。这家蛋糕店离我家快30公里，是家手工作坊，每天限时限量，卖完就没有了。徐从也不愿意给我买，他嫌远，
要我撒娇很久才能求来一次。而妍也今天到处跑来跑去，按理来蛋糕说早该卖光了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早起来就先去给我买蛋糕，然后一路拿着蛋糕去拜访过去的每个人脉。可是看到蛋糕上微微融化的奶油，我也心软了。谢谢呀，别谢，我一点都不辛苦。妍也脸上带着得瑟的微笑。今天是你生日来着吧？生日快乐！我心间一颤，陪徐从也创业这2年，忙得脚不沾地，连过去的社交圈都淡去了。我已经很久没过生日，连我自己都忘了。我忽然望着妍也，她与我对视着，眼里变换了很多种情绪，情难自禁。她的表情一片空白，半晌，嘴唇微动。我竖起食指，别说话，别影响我食欲。我很清楚，再接下去，妍也会说什么。我暂时还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，太快了。但实际上我已经听到了。好喜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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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喜欢。石薇看我了，她的眼睛好看了。我真的感觉石薇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了。谈100个男朋友都不过分，我呸不行。好想跟她谈恋爱呀，好想做她男朋友啊，好想跟她这样那样啊。她吃东西的样子真可爱，我真的好喜欢石薇呀。我静静地坐在妍也旁边吃蛋糕，她看起来冷淡平和的，像一座会说话的雕塑，可内心热闹不已。我紧紧捏住叉子，吵死了呀你！我什么都没说呀。妍也果真畅通无阻地重新2次创业了，锦鲤体质让她起点初期哐哐乱杀，一路上无数贵人扶持，不过2、3个月，妍也就接连拿下了几个大项目。今晚是最后的竞标，将会是最漂亮的一场翻身仗。我作为妍也唯一的女员工和女股东，陪她一起盛装出席了竞标前的晚宴。不巧，一进门就遇到了徐从也和沈强。我删光了徐从也的所有联系方式，从同学口中得知了他快要和沈强订婚，入赘沈家的消息，意料之中的事情。我想了想，祝他软饭能站着吃。不过看见徐从也在沈强旁边那副谄媚讨好的窝囊样子，我就知道不可能了。石薇，徐从也见到我，微微惊诧，很快就变得咬牙切齿。听说你现在在帮妍也工作，他手底下很多生意都是你拉过去的吧？抢了我不少客户。我眨眨眼，选择都是客户的，他们觉得谁好谁合适就选谁，用抢这个词不太合适。你应该反省反省，是不是自己太废物，没本事留住客源。反正你现在吃软饭吃得开心，又怎么会在乎这几个客户呢？徐从也无法反驳，看着我的目光恨铁不成钢。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觉得很奇怪，明明是他精神出轨在先，为什么老想在人性上谴责我？不过想起他那句想让我给他放小老婆，我现在看见徐从也胃里就直泛酸水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他身边的沈强久久没说话，他一直在注视着某个方向，眼神饶有兴味。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，打扮得人模狗样的妍也在人群中鹤立鸡群，愈发有当年在学校里意气风发的样子。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妍也对我的声音很敏锐，满脸不情愿地插着兜过来，心里却在雀跃。石薇叫我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怎么了？确认过他一如既往，我松了口气，转过头，却见沈强似笑非笑地向他伸出手。妍也先生，久仰大名，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合作。沈强咬字很轻佻，尾音带着嘘嘘的气声，连我听了都觉得酥酥麻麻，心头泛痒。他又是个十足的性感尤物，哪个男人会不喜欢？我忽然间有些忐忑。妍也垂眸看着他的手，表情依旧淡漠，语气冷静。不合作了，不想跟你合作。说完，他又看了我一眼，搞垮我欺负石薇，还想跟我合作？我呸，真不要脸！谁跟他合作呀？比不上我的石薇半根头发丝。沈强很难相信有人会对他的魅力无动于衷。今晚的竞标，我可以让给你。石薇能为你做什么？端茶倒水的事多的是人可以做，我也不在乎他的存在。但是我可以给你他给不了你的东西。
这样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少奋斗几年不好吗？强，沈强看都不看徐从野，眼里只有严野。从徐从野敢怒不敢言的隐忍表情中，我判断得出沈家实力比我想象的更加资本雄厚，她轻易不敢招惹，漂亮、聪明、家世优越，这样的女人万里挑一，连我都心动。严野睫毛微动，她抬眼，嘴角勾出了一个懒散的笑容。我不需要谁让给我，那一点不安瞬间烟消云散，甚至还有一丝窃喜。我忍俊不禁地挽住严野的胳膊，他不会说人话，沈小姐别见怪。至于合作，你可以让人联系我。说了不合作，严野拽着我就走。他把我拉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然后高高昂首脑袋。怎么样？严野的眼底满是骄傲。我从他似乎平静的表情中看出了无数波澜，好像一只在求夸奖的大型犬，忍不住拍了拍他的头。做得好。喜欢石威，严野露出一个得意又心满意足的表情。被如此坚定地选择过，我鼻子泛起酸涩，心脏像是被泡在温水里，胀胀的，有什么快破壳而出。我伸手抚摸了一下严野的唇角，胸腔里漫出了一丝悸动。严野，草莓蛋糕，我去给你拿。看着他兴冲冲奔向自助餐台的背影，我笑容微微发麻，恨他是块木头。因为沈强的存在，我和严野默认今晚是场鏖战，提起了1/1000的精神。可是关键时刻，沈家放弃竞标，我们顺利中标。沈家的放弃是严野的爸妈找上门了，还好找到你了，不然我们家真的要孤独终老了。严野原来姓严，首富严家的严，我还纳闷他的锦鲤体质跟别人的比起来，总觉得不够明显。原来藏了手大的在后面，被亿万富翁的亲生父母找回来，不知道是多少人的白日梦。严夫人穿了件剪裁精良、面料柔滑的旗袍，头发挽得一丝不苟，手腕上戴着一只绿的像啤酒瓶子似的翡翠手镯，毫无疑问，那是真的帝王绿。她上前轻轻拥住严野，能找到你就好。可我觉得她话里虽然带着欣慰，表情却平淡无比。和之前见过的那个找了女儿20年的母亲比起来，她的态度可以说是激进冷漠。我听说严家原先有3女1儿，可独子先天体弱多病，现在性命垂危，常年在私人医院里用昂贵的药剂吊命。而严家不会把财产传给女儿，3个女儿虽然吃穿不愁、光鲜亮丽，可加在一起能分到的股份份例还不如一个病殃殃的儿子多。所以他们这2年开始找遗失在外多年的长子，直到看到严野以青年企业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，严野看起来比我还茫然，被严夫人搂住，手脚就不知道该往哪放，甚至用眼神向我求救：“跟我回去一趟吧，你爸爸和你几个姐姐也都很想见你。”严野微微蹙眉，似乎是对这突如其来的爸爸妈妈、姐姐弟弟感到很陌生，甚至有些排斥。给我点时间可以吗？然后严野向我走来，他有点蔫蔫的，声音也很低：“石薇，我要不要回去？”“回呀，怎么说也是你亲生父母。”我轻轻推了他一把，不让他靠得太近，小声地说：“就算你不要认回去，也要看在首富的身份上给他们个面子吧。”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严夫人在旁边冷眼看着我，总觉得她的视线似有似无地打量我。严野最终还是坐上严家的迈巴赫，他依依不舍地看着我。车窗升起，遮住了我们相交的视线。有一瞬间，我竟然觉得像是要生离死别。严野晚餐后带了2根烤肠回来，我看到他愣了一下：“你怎么还回来？”严野大为震惊：“不回来我去哪呀？房租我都交了呀，你都有家了。”我莫名的轻松了，勾起唇角：“怎么不回去继承家产，少奋斗一辈子？”严野摇头，坐在我旁边低头啃烤肠，还分了1根给我。三观不合，不想回去，过年过节问候一下算了。20几年不都一样？他没看我，我不知道他在心里想什么，只是会觉得那么大笔钱说不要就不要了，好像有点可惜。
可今天看严夫人的态度，注定严家不会是一个充满温暖亲情的地方。严也想要回豪门，少不了要先被扒掉层皮。徐从也就是个例子。严也终于抬起头，委委屈屈地望着我，不想离开石威。好不容易才再见到他，短短几秒，他说了好多。我回过神来，手里的烤肠都冷了。我没由来的觉得怕，我们还没有确立关系，明明严也还在我身边，可我知道他会优秀到需要我仰望的那一天。严夫人1周后找到了我，从容地把一张支票推到我面前，我无比震惊。没想到终有一日，这种狗血恶俗的片段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低头一看，7个8，有钱人果然讲究吉利，就连劝退都要一路发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离开严也吧。可是我们并没有在一起。严夫人终于舍得纡尊降贵的抬眼正视我。可是她为了你，不愿意回家跟自己的生父母相认。严也今年25岁，是个思维健全的成年人了。他有自己的主意，别人左右不了他。我委婉地笑了笑。您不应该物化自己的骨肉，更不应该物化一个没打过交道的陌生人。更何况我跟严也之间本来就没有离不离开的事情。你想要什么条件才愿意消失在他眼前？分明是他一直赖着不走，粘着不放。我眼含歉意地看着这位不讲道理的严夫人，她似乎觉得我油盐不进，又换了一种温和的语气说话：“石小姐，我知道你长得漂亮，学历很好，在校的时候履历光鲜亮丽，可以说是同龄人之间的佼佼者。如果严也是寻常人家的孩子，你配他绰绰有余。可我们严家需要沈强那样的儿媳妇，你不比他差，只是没有一个好爸妈。我是严也的亲生母亲，自然是为他好。又是沈强，他像是我逃不脱的魔咒。”严夫人抿唇。我还知道你和严也之前还有一个谈了6年的男朋友，既然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感情不会说没就没。严也和沈强联姻，他自然会回到你身边，届时我还可以为你们准备一份新婚礼物，你觉得如何？我愣愣地看着他，气笑了。严夫人，严也知道你今天越过他插手他的事情吗？你为严也好，他无依无靠，需要人雪中送炭的时候，严家在哪里？以严家的权势，想找一个小男孩不难。可你们整整20年没有找过他，现在才说是为他好，是不是太迟了？你这个身份的人是不会理解严家的处境的，只要他以后过得好就够了。我一时语塞，看着他，久久说不出话。诚然，她是高高在上的富太太，即使我出言不敬，她也只是眉目淡淡地看着我，丝毫不会因为几句话而有任何波动，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。我有些泄气，想了很久，还是把支票退了回去。我说过了，我决定不了严也的人生，你也不用来操控我的生活，希望以后能够不要再见。严夫人，这是遗产放弃声明书。一只手从我身边伸出来，严也将一张薄薄的纸附在支票上面。严夫人凤眸微睁，眼底闪过一丝慌乱。严也，你以为严家是什么小门小户？你知道你放弃的是什么吗？是严家80%的股份和产权。你不回去，你爸爸就会从别的女人的儿子里挑出一个继承人。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唯一的骨肉了。严也眉目冷峻，他偷偷在桌子底下攥紧我的手。我知道，但石威说的对，你不应该越过我来决定我的人生。他低眼望向我，表情才有片刻的融化。我心头微暖。过去我能将自己照顾得很好，以后也可以。即使没有严家的钱，没有沈强的帮助，我也可以做到我想要的。我不需要任何人为我好，除了石威。严也，你的公司和严家是竞争对手，只要我想打压你，你就翻不了身。你回来，我可以让你的公司上市，和严家平起平坐。严也丝毫没有动摇。我自己也可以做到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我生的儿子怎么会像你这么恋爱脑？你回到严家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偏偏要一个石威？严夫人瞪着他，狼心狗肺，不知好歹。你会后悔的。
我从来不会对自己做过的决定后悔，除了大学的时候没有抢在徐从业之前跟石薇表白。严也拉着我往餐厅外走，我回过头看了一眼严夫人，她脱力似的坐在椅子上，微微低下她高贵的头颅，眉宇之间露出深重的疲惫。看来严家就是传说中的豺狼虎豹是非地，他人前光鲜，或许过得并不好。严也怒气冲冲地向前走了很久，疏忽间停下脚步，转身按住我：“石薇，你是不是差点想要500万不要我了？”我有些心虚，7位数对我而言不是小数，对人民币心动犯法吗？严也又伤心又别扭地看着我，吐槽了我足足5分钟，才终于平静下来。他低下头，像是在斟酌什么，嘴唇微动。他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我看到上面的名字是市里某位大领导，严也导师的挚友。市里招商的消息最开始也是他为严也牵桥搭线的。严家2个女儿出来曝光自己的父亲动物性驯养私生子，还有严家偷税漏税、偷工减料的事情，打算跟家里闹个鱼死网破。严家负面消息缠身，现在股价大跌，很多散股抛出去了，严家牵扯面很广。省里现在要派调查组，严家凶多吉少，你最好不要沾上关系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希望你可以逆水行舟，不要辜负你老师的期望。严也挂了电话，表情很是奇妙。我将刚才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，这是成功前的讯号。现在的严也浑身光芒，我总觉得他会不会离我越来越远。我心念微动，严也，我想去读博。石薇，你应该去读博。严也瞪大眼睛，旋即笑了起来。我知道你一直想要去搞科研，为了徐从也才放弃了继续学业。你不会觉得我还对他念念不忘吗？不可能的，天天看着我，眼光还那么差。严也大惊失色，石薇不会眼睛有毛病吧？我跟徐从也不一样，他想要你支持他，而我想要支持你。金钱诚可贵，理想价更高。我很早之前就看到你的导师邀请信了，所以就顺手给你准备好了申请材料，给你申请了一下 CSC 奖学金，现在应该已经拿到提名了。这下换到我震惊了。CSC 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虽然我不缺留学的钱，可是能省一笔是一笔。本来还想自己去申请，没想到严也这么轻松就帮我搞到了奖学金。锦鲤命名不虚传，严也笑弯了眼。我忽然听到他的心声，想表白了，忘记买花了，还没来做好心理准备。路边突然有一个小女孩跑过来，给了他一大束玫瑰。哥哥，我妈妈的花店店庆，她让我找一个长得好看的人送花给她，让她送给自己的女朋友。严也有些诧异，又有些轻松。他摸摸小女孩的头，然后抿着唇接过了花，又送到我的手上。石薇，我喜欢你。他面不改色地看着我，我一时有些慌乱，脸颊温度瞬间上升。明明不是初恋了，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严也不死心，又说了一遍：“石薇，你别装听不到，我说我喜欢你，现在听到了。还有吗？”我抱着花，严也闭紧双唇，默默地走在我旁边。表面上我们是一对安静话少的恋人，实际上我已经听严也表白了我一路，听得我耳朵都要起茧了。他才心满意足地为我喜欢石薇的100种理由画下句号。我望着严也，一时心中有些复杂。我不想做只能依附着锦鲤体质而生长的菟丝花，可我不能否认我的心在一朝一夕之间逐渐倾向于他。我的专业需要出国，而读博起码要5年以上，6年之后又是5年。我的心死过一次了，好不容易重新跳动起来。可是他是严也。路边忽然有一辆大货车贴着我们急速行驶而过，严也眼疾手快地把我拉进怀里，一时之间我们贴得很近，心跳都粘合在了一起，剧烈跳动着。严也应声低眉看我，他的心里依旧聒噪，真喜欢石薇呀，她太漂亮太优秀了，学习又好工作又好，我何德何能把她困在我的身边，能认识她我觉得好幸福啊。
就算再等几年又有什么关系？只要能看着他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大不了等他一回来，我就求婚，这样他就一辈子都是我的了。我真的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石薇。我听着听着，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心想：算了，大不了一回来就结婚。我踮脚，捧起严野的脸，吻住他嘴唇。番外，我博士毕业，严野的公司顺利上市，提前1年修完了课程。我在回来的出租车上听说了不少新闻，徐从也杠杆完脱了，负债千万。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求沈强帮他，沈强连见都没见他一面，当初也只不过图你皮囊，没想到底子里还是个蠢货。反正都是做我沈家的上门女婿，我何不找一个能让自己称心如意的聪明人？然后一脚把徐从也踹出沈家大门，宣布婚约不作数。听说沈强去夜店玩的时候，徐从也上门去找，像个怨妇一样，结果被8块腹肌男模围起来打了一顿。严家的独子病没了，严夫人花了重金在国外做了试管婴儿，失败了3次。这期间，女儿闹着要分家产，而严先生名声大不如前，索性就直接光明正大的把外室的孩子带回家，扬言要优胜劣汰，最优秀的那一个才能继承严家，弄得严夫人心力交瘁。她最后一次去见严野，说同意我们2个在一起，被严野反问：现在才想起我了，你不同意有什么用？我们都在一起3周年纪念日了呀。听说严野很得意，没想到吧？阿姨，恋爱脑也有春天。严夫人被亲儿子的一句阿姨气得病倒了。下了出租车，严野骑着小电驴从别墅区里出来接我，隔了10米，我就已经感觉到他的聒噪。我做得够好了，问心无愧，再也不会因为他的光芒而心生胆怯。我朝严野摊开手：你现在有个博士女朋友，未婚妻，即日迎娶。严野严肃纠正。这几年，严野顺风顺水顺财神，堪称商界紫微星。我看他手戴300万的百达翡丽，身穿几10万的迪奥高定西装，脚下蹬着3000的爱玛电动车，忽然想跟他说个秘密。严野，告诉你个秘密。啥？你觉不觉得自己特别幸运？多亏了我让他变成锦鲤命。严野摇头晃脑。我不觉得呀，我感觉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应得的。我大怒，臭不要脸的，放屁！你看你遇到我以后，又是爆单，又是发票中奖，又是咸鱼翻身，还差点回到豪门当大少爷。你不觉得自己很幸运吗？你就不觉得我很特别吗？特别旺夫，滚呐！我看见严野偷偷从后视镜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我依旧能听到他的真心话。豪门大少爷算个屁！当初我就想，如果变有钱的代价是失去石薇，那我宁愿送一辈子外卖。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遇见石薇，好想马上求婚啊！我害羞地蜷在他背后，还没说话，突然从某栋别墅的2楼窗口中扔出来一枚钻戒，砸到严野的头上。他紧急刹车，表情复杂地捡起地上鸽子蛋大的戒指。严野看了看我，欲言又止。我退后3尺。你敢用别人的钻戒向我求婚？严野闭上嘴巴。算了，不说了。哼，我买更大的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